刚过年，我们家去领了一个大礼包。我老公失业了，吃饭时一直沉默，看着他有点驼的背，感觉有千斤重担压着他。一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希望我们家尽快渡过难关，好运常伴。今天被裁员了，985硕士毕业，工作快10年的老员工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居然也被裁了。现在的大环境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，昨天还拿着3、4万的高薪，今天就直接失业了。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了去年12月份的失业率数据，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5.7%， 不算在校学生。那么需要指出的是，中共当局大大缩小了失业率人员涵盖的范围，从事1小时及以上工作的人都不算失业。此外呢，在校大学生、农民以及长期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人都不在失业统计范围之内。官方数据受到质疑。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2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为 55.5%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有接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。在大陆社交平台和论坛上，许多人反映求职困难，失业潮已经波及到了中产阶级。不少人表示，失业1年仍没找到工作，特别是中年人找工作则更难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年人失业的这个话题。在大陆就业市场上，35岁门槛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，尤其呢是在互联网、金融、公务员、国企等行业，对年龄限制更为明显。即使专业能力很强，超过35岁以后找工作也是困难重重。以前拿着数万元高薪的中年职场人被辞退以后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他们感叹，你知道中年失业有多惨吗？这博主说他已经失业5年了。2019年以前，他有一个小小的公司，辉煌的时候公司年利润有8位数，当时的他风光无限。但当他破产以后，周围的朋友全都没了，只有老婆一直在鼓励他，让他鼓起勇气再次出发。过去我做公司的时候也是前呼后拥，饭局不断的。那时候我的一个助理啊，他连本科都不是，我给他开的综合工资在1万以上，在我们这个3线城市算不错的了。但当我真正落魄了，这个助理连顿饭都没有找我吃过。当然我也理解他，就像我们谁都不会请路边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吃饭一个道理。公司破产以后啊，我还尝试融入同学的圈子，因为我觉得同学的圈子应该是最单纯的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即使是最亲近的同学之间啊，中年后还能将关系维系牢靠的，还是这个人背后的价值。当你既没有权也没有钱的时候，就是同学聚餐，你也是那个边角料。即使大家给你敬酒，都没有可寒暄的话好说。每次这种聚餐后啊，我都会陷入深深内耗。他说，只有家庭和睦，一个人才有心气儿。他在创业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家，每天不是赴饭局就是出差，他老婆见他一面都不容易。后来他的公司破产了。我最难的时候啊，老婆会给我很多正向的鼓励。曾经有段时间啊，我想着反正我也人到中年了，一事无成，干脆躺平算了。正是老婆给我不停的鼓励，再看看自己的女儿，才又燃起了斗志，重新去奋斗。毕竟啊，家还是需要我去撑起来的。他说他现在工作没那么忙了，下班就准时回家，周末带老婆和女儿出去玩。他老婆总说他感谢当时他的公司破产，让他真正回归到了家庭。这位博主的老公也曾拿很高的薪水，但在2年前失业了。36岁大龄老公失业2年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中年失业男人最终的归宿就是当保安吗？曾经拿过高薪的老公失业后这几年彻底摆烂，整天瘫在床上，坐吃山空的这几年，日子过得越来越节省，眼看着家里的存款见底，他也越来越焦虑。自从发布了他失业2年多无收入，整天无所事事的逛公园的视频后，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共鸣。看到网友的评论，感觉他更加焦虑了。最近也有所改变，在家里也不会整天躺在床上啥也不，现在也会帮着做一下家务，每天在网上投简历，寻求面试的机会。这博主失业半年多也没有找到工作，年后回来更是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他在视频中说，我最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，我是不是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，被抛弃了？
每天晚上我儿子睡觉之后，我自己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和迷茫之中。我不知道未来出路在哪里。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，如果还找不到工作，我拿什么养他？其实去年刚失业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并不是很着急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工作经验丰富，也有大厂的背景，找工作应该不难。所以当时甚至还觉得正好有时间可以陪陪儿子。后来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开始慌了，因为我发现市面上 offer 出来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，好多的简历呢都没有回馈，石沉大海。偶尔有一些反馈呢，也都觉得我工资太高，或者说给的岗位级别太低。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呢，心态更是崩溃了，于是开始主动降低预期，也不再管是不是大厂，工资也是一降再降，4万降到3万，再降到2万。而现在呢，哪怕是2万，连机会也没有。招聘网站上偶尔有一些反馈，也都说你的背景很优秀，可是不符合我们当前岗位招聘的需求，我们想找一个年轻的，还是年龄大了呀。老公失业在家，我今天花了好多钱买吃的。昨天跟孩子他爸唠嗑，说起别人家攒了多少钱，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。他冷笑了一声，说你还知道啊？这把我给气的，我还不会过日子呀。衣服不咋买，护肤品挑最便宜的买，都30来岁了，还用这2瓶才150块钱的护肤品，我还得怎么会过日子呀？我就是爱吃点东西。原来都上班的时候呢，我总愿意点个外卖，是1个月不少花，但是家里攒不了多少钱，也不能全怪我吧。今天我就打算使劲出来吃一顿，全挑我自己喜欢的买，挑贵的买。我挣钱我还不能花了，挣完钱我花，孩子花，家里花，我就什么贡献都没有了。今天饭也不做了，方便面我也要吃最贵的。其实吃完多少还有点后悔，不仅花钱了，还长肉了。你们觉得我今天花的多吗？我老公被裁员了，昨天晚上我们一个晚上都没有睡。前几天他还跟我说月底就可以发年终奖，有了这笔钱，过年就应该会轻松很多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昨天上班的时候，领导把他叫去谈话了。其实他们公司上半年就开始裁员了，部门12个人只剩下8个人。目前说还要裁掉一些人员，我们家一直靠老公一个人挣钱养家，有1800的车贷，2个上学的孩子，我又全职在家没有工作，哪怕我们1个月生活费控制在1000元，每个月也是要花下几千块钱。本来想着这几年我们努力存钱买到新房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的让我们措手不及。我也能感受到老公的无奈和压力，都说过了口罩期就会好起来，可没想到的是今年还是这么难。我也跟老公说，很多事情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左右，就算发生就坦然面对吧。大陆经济持续恶化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又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，每天假装到外面上班，有的去星巴克，有的去图书馆，有的去公园。一大批没有了工作的中年人，天天跑到咖啡店假装上班。你发现没有，一到周一，星巴克就会被中年男女占满了。一问，基本上都是失业的。他们带着电脑，天天坐在星巴克一整天，甚至连杯咖啡都舍不得买，只是为了蹭蹭免费的空调。失业让他们觉得待在家里没有面子，不好意思，于是每天照常出门假装上班，把星巴克当作避难的场所。曾经的精英人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却只能伪装来维持中年人唯一的体面。我感觉今年的失业潮影响的不只是工厂工人、餐厅服务员，在写字楼工作的白领也没有逃过这一劫。以前搞互联网的、做软件开发的，那都是稀缺性人才，但今年情况突然转变，让他们也不太适应。我有一个来学习的法拍房老板，之前呢在湖南做了10几年的餐饮，从去年开始生意就一直不景气，甚至连房租也交不起，今年直接也就把店铺给关掉了，打算换一条新的赛道重新开始。还有一个做外贸的公司老板，去年手里还有50-60号员工，现在订单锐减，连发工资也发不出来。最近呢也是把自己的保时捷给卖了，给每个员工发了2万块钱，准备关掉公司休息一段时间。连老板都是水深火热，那更别提打工人了。以前失业了，你还可以去跑跑网约车，送送外卖，现在网约车行业也是饱和了，外卖行业也是僧多粥少。博主悠闲铅笔近日发布的视频当中，讲述了自家的情况。他讲述到，我老公是1级建造师，以前在单位当副总，风风光光的，每个月工资到手4万块钱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凑了首付，在郑州买了一套140平的房子，当时贷款了150万，每个月还8000块。当时认为日子很有奔头，未来也一片光明。他说
没想到今年38岁的老公失业了，在家已经半年了，每天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找工作。对于我们家来说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他这个年纪再找工作太难了，几乎没有公司愿意出2万5以上的薪资聘用他。我看着他每天在家里焦虑的样子，心里也不好受。虽然我嘴上一直在安慰他，让他别着急，慢慢找工作，但是我心里压力也是很大。最近老公跟他说，下周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就去跑网约车或者送外卖了，这样起码能挣点生活费用补贴家用。听到他说这样的话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感叹道，当年我们也算是中产了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，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无业游民了，日子这么难。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，生活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了，难道没办法了吗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我老公接着再找工作，或者先跑网约车，否则下一步就要卖房子，灰溜溜的回老家了。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呀。在郑州这么多年，在这里已经有我们的回忆和生活的痕迹了，孩子们也在郑州上学，可现实压力又让我们喘不过气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